就忍不住问他说：“我是不是看起来很面熟？”他说：“我有梦到你，已经连续梦到3个礼拜了。” Hello，我是 BB，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用吸引力法则找到真爱的故事哦。为什么说是真爱，不说是老公呢？因为这个故事比较深刻，那也比较长一点点。那你听了就知道为什么我把它归类在真爱，而不是老公了。这个故事是来自美国加州的 Ariel， 他在找对象的时候已经40几岁，快50岁了。那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，最后当然也找到了。他做的方法，我要一个一个解释给你们听。第一个是他在每天傍晚，他都会在家里找一个很舒服的沙发坐下来，放很舒服的音乐，点一些蜡烛，灯光调得很昏暗，然后闭着眼睛，开始想象自己跟那个男生在一起，想象有一个对象慢慢朝自己走过来，尽量去想象他的样子。那如果没想象出来也没关系，就去想象那个人的能量大概是怎么样的能量。例如说温柔啊、体贴的那个能量，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比较粗犷的，那粗犷跟温柔的体贴的能量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在你想象的时候，要尽量从那个能量的角度去想象那个人大概是怎么样的人。第二个是他把他跟所有的前任都做一个了结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那时候已经40几岁了嘛，一定有很多前面的对象，但是有一些可能分手的不是很开心啊，有一些甚至可能是简讯分手的，那好像没有了结的感觉。他要把那一种不开心的分手的情况都做一个了结。例如说，他会写一封信给前男友，可能会生气啊，例如说骂他说你为什么离开我，或者是做了很过分的事情，把所有的不满都写在纸上面，装作是写信给那个男生，但是不要寄出去，然后再想象对方怎么回信给自己，然后再写一封信，就是当做对方的回信。也许对方是回答就是对你很抱歉，就开始道歉的信，那也有可能是说祝福你，希望你找到更好的对象。你就去想象自己跟那个男生好像在对话写信的感觉，目的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不满都宣泄出来，写在纸上。写完这些信之后呢，大声的念一遍之后，情绪有比较好了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些信处理掉了，撕掉或烧掉，或者是丢掉都可以。那之后你想到这一段感情不会再有任何不愉快的情绪，就算是了结成功。再来就是他会把家里打扫得非常非常干净，把所有的垃圾都丢光光啊，尤其是跟前任有关系的东西一定要丢干净，因为你的真爱就要到来了嘛，你不可能留一堆前男友的东西在家里啊。然后尤其是房间，他说房间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非常干净，因为房间就象征着你们两个的私人的关系，所以要很干净之外，最好也不要贴什么海报，不要有任何其他男生的照片在房间里面，最好也不要有家人的照片。家人的照片是比较适合放在客厅，但是不太适合放房间。然后也不要放电视，因为电视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分心的东西。然后换一个双人床，换个窗帘，反正任何你想要换掉的东西都换掉，让自己的房间非常的公主风也可以。再来就是他会用蜡烛放在每一个房间，芳香蜡烛，让那个房间有一种新的能量。那尤其是你的房间如果曾经有前任住过啊，那你就一定要用蜡烛再把它弄得更干净，让你的房间不可以残留任何跟前任有关的能量在里面。因为国外就很流行用蜡烛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考虑看看。再来就是他写下理想情人的条件，他列了很多很多条件，好像有48个条件之多。那尤其是他不希望有小孩，他也希望对方不要有小孩，所以这条件对他很重要，这样子以后才不会为了要不要生小孩而吵架。他也有列下他理想的外形啊，还有希望是会游泳的，因为他希望2个人可以一起去潜水。再来就是他做了一个愿景板，他贴上很多热恋情侣的照片，或者是一起游泳、一起爬山的照片，然后家里有一个地方就专门放愿景板，每次经过就看一下，然后当然不能给别人看到，也会把一些跟感情有关的幸运物放在那附近，例如说水晶啊，或者是去哪一个庙里求来的平安符啊。再来就是他会写一段祈祷文，然后每天念一次，这个祈祷文你可以自己写，然后就好像你跟宇宙在对话的一段文章。那我现在念他的祈祷文，我把它翻成英文，我把它翻成中文了。亲爱的上帝啊，这一刻我很感激，谢谢你治愈了我的心，你帮助我，让我和我的真爱靠近彼此。这一刻，那最适合我的真爱正在被我吸引而来，而我只需要知道，它的确已经到来。我只需要静静享受等待的过程。谢谢你。
这是他的祈祷文。那你的祈祷文你可以自己写，会比较有感觉一点。好，他真的做很多努力后，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他在等待的时候呢，会让自己准备好。例如说，他希望未来跟对方一起去潜水，那在等待的过程呢，他就自己先跑去潜水了，还甚至还跑去考证照，就已经确定会潜水。那这样未来对方到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去了嘛，就不用再花时间去学啊。所以你在等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想好你可以先做什么准备，就赶快去做准备，这一切都不要等对方来哦。再来要讲他到底怎么遇到他的真爱的。他在遇到他之前几个礼拜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呢有几个小仙女跟他说，伊丽莎白的下一个就是 Ariel 了，因为这个女生叫 Ariel 嘛。然后他一醒来之后，他就突然秒懂这个梦，意思是说那个男生下一个女朋友叫伊丽莎白，那伊丽莎白的下一个就是 Ariel 了，所以他就大概知道那个男生现在是有一个女朋友的状态。于是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，他突然被安排要去出差到另外一个州，然后会由那一个州的一些同事来接待他，他没有看过的同事叫做 Brian， 然后他就飞过去嘛 ，Brian 就去接机，接机的当下，两个人就突然好像，你看我看，突然就知道好像是对方的感觉，然后他那时候好像就听到一些声音跟他说，他就是你的真爱，你们要共度一生了这样子，然后Brian 就开车载他去工作的地方。Brian 就忍不住问他说：“我是不是看起来很面熟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对啊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有梦到你。”哦，就是 Brian 有梦到 Ariel 啦，早就已经梦到他了，而且他说已经连续梦到3个礼拜了，就每天都是梦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梦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同事就一起去吃饭啊，同事就说：“啊，要不要叫伊丽莎白也来一起吃啊？”Ariel 就说：“你看，果然就是有一个女朋友吧。”然后也没关系，大家就见面。然后后来 Brian 要开车带他去机场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突然开始聊了。Ariel 就说：“我不想要有小孩。”Brian 就说：“我也不想要有小孩啊。”这就是为什么伊丽莎白跟我要分手，因为她想要小孩，我不想要小孩啊。要不要生小孩，这个两个人就已经有共识了嘛。所以很快几个礼拜之后，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。然后甚至3个礼拜内他们就订婚了，然后1年之后他们就结婚了。这故事真的是，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有趣啊，就是都有梦到对方，然后而且一看到对方就知道是对方。Ariel 跟 Brian 结婚之后呢，他就写了《爱情的吸引力法则》这本书，然后我刚才讲的内容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，里面还有很多其他人的成功故事，因为后来他也帮助非常非常多人找到真爱。那他现在也有自己的网站啊，自己办活动啊，一生都致力于在帮助大家找到真爱。好，那希望今天的故事对你有帮助。如果想听更多吸引力法则的故事的话，这边都还有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